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问路常犯错误。小美，你有没有过问路？当然有啊，大明怎么了？我有一次问路，太奇怪了。哦，你遇到什么事了？我问一个巴士站，他说前面。前面，听起来很简单。对，但他说走几步就到。这种说法很常听到啊。结果我走了10多分钟。哈哈，这真的差太远了。是啊，我以为就在眼前。这就是问路常犯的错误吧？对，对方说的太模糊了。或者我们自己理解错了。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吗？几步到底是多少步啊？难道100步也算几步？可能是因为他们走得快。哈哈，这个解释有意思。但这真的让人很困惑。还有人说不远，很近。对，然后你就走了半小时。感觉时间都浪费掉了。我们是不是该问得更清楚？比如，大概需要几分钟？没错，问时间比距离好。或者，大概有多远呢？用米数或者公里数更准确。但中国人习惯说不远。这是约定俗成的表达吗？也许他们是为了表示客气，避免直接说很远吓到你。有可能，听起来更轻松。但这真的会误导别人。对呀，这是很大的麻烦。你还有遇到别的错误吗？有人指路方向说得很乱。比如呢？左右分不清。他说往东走，然后向西。哈哈，这简直是开玩笑。我当时真的彻底蒙圈了。问路时方向感很重要啊。问路者和指路者都有责任。双方都要表达清楚才行。我们有时会怕问得太细。是怕打扰到别人，对吗？不想显得太麻烦。但不问清楚会更麻烦。是的，所以要勇敢地问。也要注意对方的表情和语气。也要注意对方的表情和语气。对啊，语气也很重要。有人说不远，但语气很犹豫。哦，那其实就是很远，对吧？是的，不远是个陷阱词。还有就在前面，到底多前面？我上次就信了不远。结果呢？走了很久吗？走了快20分钟才到。哈哈，这种事真的非常常见。所以要问具体的时间。或者问要不要坐车。有时地标也说不清楚。比如呢？那个大楼。对，那个路口，哪个路口？本地人觉得明显，我们却不懂。他们习惯了那些老地标。那有没有遇到过，指路人其实也不知道？有，我记得有一次问个大爷。那他当时具体是怎么说的？他指着反方向，很肯定。啊，后来你发现不对吗？走了几步，看地图发现错了。可能他不好意思说不知道。
中国人有时会这样，是为了给你面子吧？也是怕你失望，觉得它没用。所以要多问几个人确认。这是个好策略，我学到了。如果有人给你含糊的指路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尽量追问细节，比如具体的店名或者门牌号。对，当然是越具体越好了。有些地方名字很像，也容易混淆。你说的对，比如中山路有好几条，或者人民广场，不同城市都有。所以要说清楚是哪个城市的。或者附近最明显的建筑。有一次我问路，结果对方是外地人。哈哈，那不是白问了吗？他很热情地拿出手机搜。哇，那还不错，很热心。是啊，虽然不是本地人，但帮了大忙。说明中国人乐于助人。不过，问路时最好找本地人。或者穿制服的，比如保安。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更难的情况。哦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如果问路的地方根本没有门牌号。哇，那可真是一个大挑战。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个吧。这个真的得好好聊。是啊，没有门牌号可太难了。但我发现有时候啊，问路人也会碰到问题。对，他们指路方式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比如你就一直往前走。哇，然后呢？走了很久吗？走了好久还没看到。那不是白费力气了吗？还有就在前面一点。一点到底是多远呢？感觉很近，其实很远。这种模糊的说法最困惑。你有没有遇到过更绝的指路方式？有啊，我遇到过说拐个弯就到了。结果拐了几个弯才到。拐了3个弯才勉强看到。哈哈，这叫大概吧。可能是他们觉得不远，或是怕你觉得太复杂。所以简化了路线描述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谦虚和不想让你失望。对，这叫给面子嘛。怕说不清楚，让你觉得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明白。哈哈，原来是这样。除了这种模糊描述，还有人喜欢说方向。对，东南西北这种。可我常常分不清方向。这需要多观察太阳。感觉有点像户外探险呢。没错，非常生活化。这是一种很传统的指路方法。不过，最难的你猜是什么？肢体语言，手势吗？哇，你太懂我心了。我上次就碰到这种情况。对方就只用手比划吗？对，指左边，再指右。旁边还很吵的话。他声音小，完全听不清。哇，那真的只能靠蒙了。所以要学会察言观色。不光是语言的挑战了，还有理解当地的风俗。说到风俗，我突然想到一个。
什么情况？快点告诉我。比如我对距离的理解。距离？怎么说呢？中国人说不远，常常很远。哈哈，这个我懂。他们说走几步就到。然后我走了10分钟还没到。是啊，真的累到不行。我上次就以为很近，结果差点迷路。他们可能觉得500米也算近。对距离的感受不一样。还有对地标的描述。哦，地标有什么讲究？他们可能指一个已经拆掉的老建筑。哇，那怎么找得到？因为在他们心里，那个地标还在。这就有点让人头疼了。所以你需要再问一句。问什么呢？有没有更明显的标志？这个方法不错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他们不好意思说不知道。哦，是面子问题吗？对，会给你一个模糊的答案。真的会这样吗？不想让你觉得他们不帮忙。我上次问路就遇到过。对方是不是含糊地指了个方向？对，最后才发现走反了。哎呀，这真的让人无奈。所以我学着多问几个人。除了问，我们还要会听。听什么？具体指什么？听他们话里的犹豫或者不确定。比如语气或者表情吗？对，他们的眼神可能在闪躲。我发现重复确认也很重要。是啊，比如问是不是往东走，这样对方会更肯定。或者修正你的理解。避免走错路，浪费时间。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快告诉我。有些人会在公共场合指路。这很常见啊。但私下可能会给你不同的建议。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涉及到更深层的文化心理。比如面子问题吗？不完全是，下次我们详细聊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很期待。是的，这不光是面子，更多是避免直接冲突。啊，冲突？怎么说呢？有些人不想让你失望，即使自己不太确定。这样会让他们尴尬吗？对，甚至显得不友好。我有一次在杭州问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说。一个人给我指了南边，后来另一个人指了北。哇，这太让人困惑了。没错，当时我彻底傻眼。后来发现是方向相反。那到底是谁错了呢？原来第一个人怕我急，随口说了一个方向。天啊，这真心累啊！所以确认真的很重要。对，还得看对方表情，甚至一些地域习惯。比如上海人爱说右拐。北京人可能说顺着。还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问路时常用到大约？是啊，大约5分钟。
你觉得大约是多远？这真是个开放问题。它能避免给出错信息。我觉得大约很艺术。对，这体现了含蓄文化。不喜欢过于直接肯定。哦，这和面子有关系吗？不完全是，更像一种如何处理人际关系。比如，不让你觉得被拒绝。没错，也给自己留余地，避免可能产生的尴尬。这文化真的很有意思。还有一种更复杂情况。呀，又有什么难题？假设你问了一个老人，他给你指了一个老地名。我完全不懂啊。是啊，有些地名会改变，尤其是老城区改造后。那该怎么理解呢？这个就涉及历史了。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。哇，历史地名真的好难。是啊，要多了解当地。所以问路的准备很多。没错，这很有挑战性。但也很有趣，对吧？让你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。是的，问路不只是路，更是学习语言和文化。比如刚刚说的面子，还有委婉的表达方式，都是很重要的细节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记住这些小技巧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沟通，也会避免一些误会。对，人际关系很关键。问路也是一个窗口，透过它看到文化习俗，观察当地人的交流，感受他们的生活态度。这样学中文才活生生，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字，而是真实的日常对话，充满人间烟火气呢。所以问路其实不难，关键是要用心去感受，还要不怕多问几句。最重要的是保持微笑，这样会得到更多帮助。今天这期收获满满啊！是啊，聊得非常尽兴。问路学问真不少呢。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，学到了很多问路技巧，还有文化背景的知识，真的很有意思呢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在问路时有没有趣事？或者遇到过什么难题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经验，我们很期待听到哦。下期节目咱们聊聊怎么在中国餐馆点菜，那些有趣的文化习俗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。